就大哥非常悲壮的喊了一句喂，真是好玩，用心测评，欢迎大家再参与到 Prime 的魔玩分享时间，我是老王。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玩具非常神奇。老王你怎么又做 MPG17啊？你不是已经做过视频了吗？显而易见的，这其实是 MPG17的这个 KO 版，我们的 RT06 擎天柱怎么说呢？这会儿也确确实实是让这个擎天战神的名号跟他绑定上了OK， 那我们说实话很久没有玩这种 KO 产品我讲句实在话我这个拿的是这个应该是他的第二批，他们拿的比较早的是第一批。我觉得这个第二批多少是有点这个赶工的虽然可能也存在这某些这个作者吹的离谱的这个成分在，但是我觉得他的第一批应该要比第二批好一点，因为我这个只有缺了一个键就是我这包里它是没有它的那个磁铁，就是用来开关它的磁力灯的一个开关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赶工应该是挺赶的那我们这期视频呢也是以对比为主，我们来看看这款玩具的表现，以及它到底跟 MPG17 有没有做出什么改进呢OK， 我们拿出原版的 MPG17。其实呢，从正面来看，这两款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身高上的差距大家要知道，我们 MPG17 它这个神奇的这个齿轮间距导致它的这个大胯拉得非常开，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腿部往两边叉的角度是比较大的。而我们的这个 KO 版呢，它在这里做了一个改进把腿部的齿轮间距缩小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官方的这一款它原版的齿轮间距是6格，但是这款 RT06 呢给它增加到了7格，这样呢也给了它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然的站姿。因为官方原版的 MPG17 呢，它如果想要进行这样一个 A 站的话呢，你就必须像我这样给它摆成一个类似于啾啾力的样子这个是怎么着都会让人感觉有些难受的不过呢，这里我必须要提的是RT06 它的关节跟 MPG17 的手感差距还是挺大的。我们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RT06 的关节是这种非常生硬的一种齿轮的声音，但是官方呢，对吧，非常清脆。虽然说相对来说 RT06 它会更紧一些，不过这个玩具它全身都偏紧，不光是这一个关节的位置，它的卡扣什么的都比原版的要更紧一些。所以说我觉得从这方面的手感来看会稍微差一点。再者，外观上的区别第二个就是它在这个车窗框这一圈增加了一圈这个银色涂装这也是 MPG17 它原版没有的。不过呢，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点是它的这个胸部的中间的这个合缝呢，其实是比 MPG17 要大一些OK， 我们接着来看它的一个头雕方面。那么这一款我觉得它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是它在头雕上增加了一个灯光我们可以利用一个磁铁当然这不是它原配的磁铁它原配的磁铁我刚才说了，我中奖，它没有给我利用这个开关呢，可以触发它眼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灯光第一个效果是一个红灯，我的天哪！就怎么说呢？虽然说作为擎天柱它是红色的眼睛会让人感到有些不对劲，但是搭配 MPG17 的这个头雕，我觉得红灯真的还挺帅的对吧？据说呢，它后续要出这个暗黑的版本，我们可以等等看，这样搭配起来才是最正常的一个效果，对吧？那么第二次呢，它就是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蓝灯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 MPG17 它也是通过一个透光来进行实现。其实它的这个亮度是不如 MPG17 这样直接透光的。当然，透光这个东西就要取决你这个环境光线的强弱，对吧？那么第三段呢，它是一个呼吸的效果一闪一闪的。那么最后一下呢，就是把这个灯光给关上那么除了灯效之外呢，这款玩具还搭载了声效也就是我们喜闻乐见的语音包这个它的开关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武器插孔的里面，我觉得这个有点反人类你必须得找一个东西才能触发它的声效。我们简单来听几句吧，它有中文配音版的，也有英文配音版的现在就我们俩了，威震天。其实这个东西它有一个让我感到非常难崩的音效，就是他大喊一句威震天这个我们戳一戳，看看能不能给它戳出来2000 years later 就大哥非常悲壮的喊了一句威震天我真的不知道这话到底出自于哪一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玩法，不过加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
那么翻到侧面来看呢，我可以发现这个 KO 版本把它本来大家都吐槽的它手臂后方多出来这一块做了一个折叠啊，不过它只折叠了一半进去啊，这个效果也就是见仁见智吧，好吧。那么领导模块的玩法呢，自然也是有做出来，不过这一款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想我发现啊，就是你把领导模块放进去的时候，你再去关上这个盖板，它是没法完全合拢的啊。这个现在看不出来，因为你只有把它给翻出来，你变成车型的时候才看出来。啊，这样呢，官方原版的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那么武器配件的这个方面呢，它的配置自然跟原版也是一致的啊。这个枪啊、盾斧啊、这个刀啊，对吧？包括那个插在手上会出现神奇 bug 的这个激光斧。但是呢，这里必须要提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 KO 的版本呢，它把这个手掌改成了一个五指的手掌，就是它五指是可以分开可动的啊。当然不是说这个不好，只是说你在装武器的时候，它拿的不是很稳。不过呢，这里比较贴心的吧，我形容为贴心的，就是它也同时给你附带了这个官方原本样式的一个手掌啊，你可以替换，但是它需要拧一些东西啊，比较麻烦。当然，同时它的那个头啊，它这个头呢也是有一个官方原版样式的一个头的一个透光头啊。那么这里必须再提一下，是我的这把枪啊，嘿，它又中奖了，你们看啊，这把枪它是歪的啊，是歪的。这个我跟人说了，人说可以给我再重新寄一个啊。包括那个磁控开关，不过我说实话，这个哇，就凭这一点，我也开始对它的这个做工开始产生一些疑问了啊。不过这个枪它也是增加了这个灯效的效果，它前面有个灯珠啊。我们使用这个磁铁呢，放一下，第一段是一个这种橙红色的，也是在机器动画里比较常见的这种发色吧。然后第二种呢是蓝色的，第三种跟那个眼睛一样，也是一个这个呼吸灯啊。那么还要再提一下的呢，就是这个合金的一个配置啊。这玩具它增加了一些没有官方原版没有的合金。首先是这两个烟囱，我觉得这两个烟囱改成合金，严格来说是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在玩 MPG17的时候，它这个地方会断。那么把烟囱改成合金呢，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它这个烟囱下方会断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裆部这个位置，我据说呀，裆部这个地方好像对，它是合金啊，它是改成了合金。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没有太大必要。不过总体来说呢，这个 KO 的版本它的整体的重量是要比原版稍微重一些啊。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变形呢？我也不掩饰，大家可以看我们之前 MPG17的视频啊。那我这里要提两点，首先第一点是这个玩具它是没有说明书的，所以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变形的话，那我建议确实可以找一些视频来看啊，推销一下自己的频道。OK。那么第二点，因为它这个地方增加了一个新的机构，所以说你在变形的时候需要把它两个肩膀上的这个位置呢给自己翻开。除此之外，跟原版没有任何的区别。那我变到这里也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领导模块的这个位置。你看啊，我们把领导模块安在这里面的时候呢，你再去盖这块盖板，它是不能完全合上的，它这里有条缝啊。然后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在变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领导模块先拿下来，这样它才能这个做到一个没有缝隙啊。OK， 那么费了一番功夫，我们就把它变完了啊。这个车型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对比了吧，除了这个颜色上有些细微的差别之外，基本上车型啊，你和原版你光看你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来。我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啊。那么整个的变形手感呢，它是偏紧的，它的关节以及卡扣相比于原版都更加的紧。当然呢，这个紧有紧的好处，毕竟一个紧总比松强，松总比吊强，吊总比断强啊。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银色这个框框，知道这是致敬什么了吧？啊，明显就是致敬 MP10的这样一个增加的一个颜色啊，倒也还算可以吧。啊，电镀什么的呢也没有进行省略啊。当然，领导模块这个储存的这个地方呢，确实需要注意一下啊。我是建议你把这个模块拿下来之后再给它合啊，不然确实是会有一条缝隙的。除此之外呢，其实没有变形上面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没有太大问题。包括官方原版的这个双排轮啊，乱七八糟，它也有给你还原出来啊。当然你们也知道，我其实更希望是它能改一下它这个脚啊，不过毕竟 KO 嘛，不要跟它要什么要求啊。那么这一款它值得一提是在这里给你增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件，这是干嘛用的呢？把它安到这个它用来拖挂货柜的这个位置，因为它这个原版只能搭配 MP3.0 车厢，那用这个连接件呢，它就可以进行适配这个 MP10 的车厢了啊。当然，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也没有 MP10就是了。OK， 那我们最后还总结一下，如果你问我老王，你觉得这款 RT06 KO MP17能不能入手？其实我给你答案是，我并不推荐你入手。为什么？因为现在 MPG17 正版，它价格一天比一天走的都低。
啊，我知道你做了一些改进，是吧？说白了，严格来说可以算是一个改进版的 KO， 但是你说之前原版才卖600来块，你这都卖到450块了，是吧？这个价格我觉得确实对于 KO 玩具来说实在太高了点。那么你看 MT17现在一直还在降，有没有一天可能降500呀？对吧？那所以说我对这款 RT06 它的一个期望价值是200块。我觉得真的是200块买一个，你还代替一下 MT17还是挺好的。但是如果说它一直卖这样一个狗屎的价格，包括它后面听说要出什么暗黑版、镜像的版本，那我确实不推荐你入手这个玩具啊，行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如果喜欢视频的话呢，请千万不要忘了一键3连 KO 场建设需要你的协助。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